男青年求婚，相恋6年的女朋友说：“如果这次你能升职加薪，我就嫁给你；否则的话，咱俩就分手。”小伙子听了之后信心满满：“小花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成功。”小伙名叫何必强，是一家饲料生产企业的第1车间主任。几年来在单位勤勤恳恳，工作认真负责。最近生产厂长退休了，公司决定在何必强与第2车间主任丁世海之间提拔一个人当生产厂长。总经理已经让秘书通知全体中层以上干部了，明天就开会讨论。何必强心想，这次我一定能晋升。怎么？我在公司已经干了快10年了，可说是业务熟练，经验丰富，领导赏识，下属拥护，人际关系相当融洽。而竞争对手丁世海来公司还不到1年，虽说学历比我高，但他毕竟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，没什么工作经验，还不爱说话，跟谁都不熟。入司几个月就当上车间主任，已经够破格提拔的了。怎么想也不可能选上他当这个生产厂长。第2天上午，公司会议室，中层以上干部一共有30多个人全部到齐。讨论完几件其他事情之后，最后一项是要选出新的生产厂长。按照公司的老规矩，这种事情当事人需要暂时回避。于是何必强与丁世海便到隔壁小会议室里等着。何必强坐在沙发上，扭身给自己接了一杯开水，边喝水边对着面前来回踱步的丁世海说：“老弟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这种事情不必要太在意了。咱俩谁当这个厂长还不一样，都是为公司服务嘛，在哪个岗位就干好哪个岗位的活就是了。”这水还真有点烫。正这时候，王秘书在门口一探头：“二位，结果出来了，请吧。”于是何必强与丁世海一前一后走回了大会议室。总经理示意他俩坐回各自的座位，然后清了清嗓子说：“各位，现在我宣布新生产厂长的任命决定。经全体干部讨论，公司任命丁世海为本公司的生产厂长，即日起生效。下午人事部记得把任命书做出来啊！散会。”众人依次离开，到餐厅吃饭去了，唯独何必强愣磕磕坐在原处，呆若木鸡，表面上一动不动，内心早已经是翻江倒海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不能升职，在众人眼里丢面子倒是小事儿，关键是女朋友白小花可说了，如果这次晋升失败，就要跟他吹灯拔蜡，6年的感情将要灰飞烟灭。想到这儿，何必强头都要炸了，他觉得心口发烫，脑袋嗡嗡作响，一跺脚站起身走出会议室，抬头看到斜对门的厕所，他鬼使神差一般钻进厕所，进入一个隔间，从蹲坑边上一把抓起厕纸筐，连筐带纸就扣到了自己的头上，然后哈哈大笑，跑到楼道里想往外冲。正这时候，丁世海因为刚才看到何必强神情不对劲儿，走到餐厅门口，他又返回了办公楼，想劝慰何必强几句，没想到一眼看到何必强这副模样，他赶忙3两步冲上前，把何必强脑袋上的厕纸筐给掀了下来。顾不得何必强身上地上都是烂纸和脏东西，拉着他就进了小会议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然后说：“何主任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知道本来你更有优势，可一个男子汉遇到这点事儿也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。”这时候何必强早已止住了笑声，2行泪水夺眶而出。哎，老弟，你哪里知道，我在意的不是这个职位，问题是我这次当不上厂长，女朋友就要飞走了。何必强就把自己跟女朋友之间的这点事儿简单讲述了一遍。丁世海一听表示同情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，然后一拍何必强的肩膀说：“何主任，你别急，这样吧，下午我去找总经理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把这个职位让给你。”何必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再三确认之后，见丁世海不是开玩笑，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丁世海。
丁世海一捂鼻子躲开了。何主任，你身上太臭了，快去先洗洗吧。何必强抱着一线希望，等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丁世海无奈的过来告诉他说：何主任，我尽力了，可总经理说这次任命是会议讨论的决定，他也没办法改变。听了你的情况之后，他说既然你心情不好，就给了你半年的假期，让你好好休息休息。何必强一听可急了，不能升职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放我半年的假，这不分明是开除吗？于是他怒气冲冲跑到总经理办公室，本想推门就进的，可他犹豫了1分钟之后，还是敲门进屋。经理，你是要给我放半年的假吗？哦，对，我听小丁说呀，你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出于人性化考虑，给你几个月的假，好好调整调整，到时候等通知再回来上班。车间主任的位子给你留着啊，给你留着。何必强听完，把眼一瞪，两眼放光，但很快眼神又暗淡了下来。经理，我决定辞职。辞职回家第2天上午，太阳老高了，何必强还没起床。这时候女朋友白小花来了，打听他升职的事情。何必强实话实说。白小花说完分手，扭头要走，何必强一把拉住白小花，求她别走。拉扯了几下之后，白小花一个用力过猛，何必强没抓住，白小花脚下一滑，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鼻梁先着地，粉碎性骨折。到医院治疗之后，呼吸算是正常了，但鼻子成歪的了。住院的时候，白小花与何必强共同的同学甄小三前来探望。白小花说：何必强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打算跟甄小三在一起，咱们分手吧。何必强哭着离开了医院。后来见白小花的鼻子歪了，甄小三说你现在的样子太难看了，便也离白小花而去。没有了爱情，失去了工作，何必强萎靡不振，到河边溜达。他的内心很矛盾，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一无是处，太无能了，丢了工作，女朋友还跟别人跑了，不如一死了之，跳河算了。可转念又想到自己是个独生子，我死了，老母亲谁来照顾？何必强正在这胡思乱想呢，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原来是丁世海。丁世海虽然年轻，但很细心，觉得同事一场不容易，所以始终关注着何必强。何大哥，你最近还好吧？我劝你凡事多往开里想，有句话我早想对你说了，其实你要是不闹情绪的话，本来半年后这个生产厂长的职位还是你的。何必强一愣，眼神充满疑惑，盯着丁世海。丁世海接着说：实不相瞒，咱们公司董事长是我父亲，留学回来之后，父亲让我到公司各个岗位锻炼，这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。很抱歉，因为这些事儿让你离开了公司，不过我已经跟一位朋友联系好了，他那边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你去了还是当车间主任，薪水比原来只高不低，要珍惜这个机会呀，何大哥，性格上的不足多改善改善。听完这番话，何必强眼含泪水，盯着丁世海，目光中充满了钦佩和感激。钦佩丁世海的稳重与练达，感激丁世海的善良与热心。几天后，何必强整理好心情，到新公司上班了。但愿从此以后，他能够聪慧果断起来，发展好事业，收获真正的爱情。